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在昨天才提到德国线下见面会的时候，有讲到装备觉醒的部分，今天就发布公告了。他们在近期举办了装备更新圆桌会，然后跟一些玩家讨论之后修改出来的方案。他们希望通过本次策划面对面，原来这个是策划面对面来的，为什么都不像呢？我感觉这个像公告还多过像策划面对面，来和大家进行觉醒效果及觉醒需求分享和讨论。下次游戏更新后，除了这个武器，这个武器是我们 VIP 特别尊享可以买到的，除了那个装备之外，所有传说品质的装备都可以进行觉醒，总计可以觉醒5个阶段。哇，有没有人夸张啊？一下子就跟我讲要觉醒5个阶段啊！当初他们分享的那个图片才只是4个阶段罢了，现在直接增加到5个阶段去，这就意味着玩家需要准备更多的资源跟图纸，还有包括觉醒晶石。目前我们在游戏里面已经觉醒的装备算觉醒1，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觉醒4次。第二点，不同等级不同部位装备觉醒所需的物品数量种类不同，觉醒1主要消耗觉醒晶石，后续觉醒阶段主要消耗装备图纸以及装备材料。这个是我之前预测出来的方案，也是大家好像大多数反馈玩家出来的结果。那玩家们不想要把现在原有的装备给废掉的话，最好的方案就是2次觉醒，你可以再重新去拿过图纸或者是材料重新升级过，就是说官方赚钱的渠道又回去装备那边了。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可能已经做好了5套精装，或者是已经觉醒了不少的装备。当官方没有办法从这个方面去下手捞钱的时候，他们就要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发展了。所以他们现在就研究出了又要重新去拿过图纸、拿过材料，重新用装备的方案去赚钱。只是这个方法对于一些新玩家来讲不是这么友好，因为官方增加这个方法意味着新的玩家他们要从零开始去做装备。那可能老玩家已经完成了第1阶段，已经觉醒1了。然而玩家要从零开始，原本他们只是做到装备可能已经有专属或者是觉醒就搞定了，现在觉醒之后还有2、3、4、5次觉醒，所以新玩家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的。不排除之后新玩家会更少了，可能大多数新玩家都是买账号了。不过这也意味着我们现在拥有装备的玩家呢，可能账号也是逐渐贬值了，因为现在的装备要求越来越高，有2次觉醒、3次觉醒、4次觉醒。就算你目前的装备是已经有7套全专属觉醒了，如果你没有留下一些材料或者是图纸的话，一样会贬值。比起那些书包里面有多余的图纸跟材料的玩家来讲，会稍微便宜一点。不同装备觉醒时获得的属性不同，这个就跟我们目前的装备是差不多，就很像头盔会加什么基础属性，鞋子会加什么基础属性之类的。然后官方这边有给一个链接，等一下我们再看。这里列出的3个装备全部都是不同部位、不同的等级、不同属性。第4点，装备每次觉醒至下一个阶段后，已有精炼进度和专属效果将会被继承，这个之前也是有提过，并可以增强觉醒后的属性提升效果。继承这一点也是之前玩家反对得回来的，毕竟还是有不少的玩家要弄到专属精炼，这些也是花了不少的图纸跟材料下去。装备的套装效果不会随着觉醒阶段变化，所有装备觉醒相关效果将在第1赛季开始后生效。本次装备觉醒内容预计12月中旬版本更新后进入游戏。我们先看一下官方改动之后会变成怎样。这个列表有包括工兵武器45等级的，然后步兵的鞋子45等级，骑兵的大宝剑50等级。我看到这个列表之后是真的惊呆了，它为什么会升级成这个样子？升级成这样的话，有很大可能之后我们打 KVK 的差距会更大。那首先我们看第1阶段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拥有的啊，就是原本的基础提升，然后有专属之后会变成括弧里面的东西，相信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了，所以我们跳到第2格。到了第2格，你们可以看到就很离谱了。那首先先看工兵的武器，直接无视敌方2%的防御力，觉醒之后变成3%。接着步兵这里不懂发生什么事情，原本步兵变成工兵单位，它应该是写错字了，但是工兵的2次觉醒就很拉垮。你们可以看到只有攻击力增加1%，就算是有专属也只是提升1.5%而已啊。你步兵的装备你增加生命还可以理解，为什么你增加攻击力呢？怪怪的。骑兵的大宝剑直接无视敌方2.5%的攻击力，有专属的话直接无视3.5%。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概念吗？我不妨跟大家讲一下，我自己是完全骑兵的，我的骑兵装备是已经有3把大宝剑了，虽然没有专属，直接把敌方的攻击力削掉。而且各位你们要知道，这个才是第2次觉醒而已，我们还没有看到3、4、5。
接着我们看第3次觉醒，那这边部队容量提升不同呢，主要是因为装备的部位不同，还有装备的等级不同。像大宝剑的话，因为它是50等级，所以提升容量会比较多，提升1000，如果是有专属的话就1300。像工兵的弓箭，它这个是45等级，但是需要花的材料会稍微多一点，所以部队容量提升800，有专属就提升1050。至于步兵的鞋子，我相信不只是包括步兵鞋子，还有包括其他骑兵、工兵也是一样，因为需要用到的材料比较少，所以它这里的提升也是比较少，部队容量提升300而已，就算有专属也是提升400。这也就意味着玩家需要做更高等级的装备才有更高的提升，更高等级的装备等于图纸更难拿，或者是需要用到的材料就会越多。第4次觉醒，工兵武器对野外的部队造成伤害提升 2%， 步兵鞋子提升 5% 的行军速度，骑兵大宝剑对野外部队造成伤害提升 2.5%。 最后一次觉醒，工兵武器基础攻击时，部队有 10% 的概率获得 5% 的所有伤害增幅，持续2秒，每5秒最多触发1次。哇，这个提升是真的很夸张啊！不过也说了，这个提升要到第5阶段的时候才有，意味着你在前面是已经花了不少的图纸跟材料。步兵鞋子这里依然还是写错，它写成工兵应该是写步兵行军速度才对，行军速度增加 5%， 然后工兵应该是写步兵单位的攻击力提升 1%， 这个提升就还好。再来，骑兵大宝剑基础攻击时，部队有 10% 的概率获得 6.5% 的所有伤害增幅，持续2秒，每5秒最多触发1次。其实这样比较起来的话，如果是没有专属的情况下，我觉得45等级的装备其实还可以。比方说45等级的装备是已经有专属的情况下，提升其实跟没有专属的失落之地武器是差不多的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是追求数值的玩家，当然是获得失落之地装备会更好，包括头盔跟武器。尤其是一些负责开集结的玩家，负责驻防的玩家需要用到这些装备，因为像失落之地的装备，如果是有专属的情况下，提升 1% 到 3% 左右，这里还是有差距的。那各位可能看到这几个提升呢，觉得不怎么样，你们要知道我们穿整套装备总共有8个装备，你们想一下，如果这8个装备都已经觉醒到第5阶段的时候，到底有多夸张？并且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不是用1个队伍打架而已，至少都是3个队伍起跳。那你们再加上3个队伍以上，到底有多少套装备，拥有多少的无视效果跟伤害输出？但是官方给我们看的参考也只是装备而已，没有看到饰品的部分。我不确定饰品那边到底有没有提升，或者是怎样的提升方式。我觉得在我这种比较小的王国，像 CD 组的话，或许玩家不会追求到这么夸张，因为大多数玩家都不会氪金啊。但是对于一些 A 王国、先锋王国来讲，压力会更大。就像现在的水晶科技一样，我们在 CD 组王国，基本上你不买水晶科技也没有什么东西，还是一样可以打架，还是一样可以打赢对方的。但是在先锋 AB 组王国就很惨了，他们就必须要花钱去做这些东西，并且我相信这些组别的王国大多数都是出到7队的，我这种王国的玩家大多数都是3队到5队左右，很少会出到6队以上。这就要看那些玩家能不能够接受了。不过我觉得有可能会引发一波移民潮，有一些玩家可能承受不住，哇，我在 AB 组在先锋王国都必须要弄这些装备才可以跟敌人对抗，那为什么我还要在先锋王国组别？或许会影响到这些玩家，他们移民去 CD 组王国，可能找一些比较弱的王国，至少现在的装备还可以再用着。因为在先锋 A 组的王国，总有一句话就是你不做不代表别人不做，人家一做的时候你就追不上别人，处于在一种很高压的阶段。还有这个东西出现之后，我相信一些氪度比较高的王国，比方说国服的16服、国际服的1960，这些氪金量比较高的王国，或者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把装备做好的玩家，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提升好自己的装备，变成其他的王国更不想要跟他们打架了。毕竟你们也看到提升之后差别有多大了。那最后我不懂发生什么事情，在我做完录音之后，我回去看游戏邮件的时候，发现到这个邮件是已经消失掉了，不懂官方那边是发生什么事情，有可能是做错列表的原因，所以做了邮件回收，或者是他们不小心把这个邮件发布出来了呢？甚至也有可能玩家看到这个提升太夸张了，跟官方投诉，所以他们回收了呢？你们觉得哪一个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？最后问一下各位，装备觉醒系统出现之后，你们觉得差距会越来越大吗？还是对你来说完全没有影响？或者是你们有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